好，今天跟大家来聊钟馗。首先，第一次来到我频道的好朋友，我其实是在做很多不一样题材的影片，然后算是正在尝试阶段了。那如果这个方面的题材或者主题大家喜欢，我会考虑会继续做下去。各位进来的好朋友就给我一点意见，然后甚至方向、批评、指教，我都会虚心接受。那我们回归正题。今天跟大家聊一个在华人文化里非常独特的一个神祇钟馗。他形象鲜明，他最经典的就是浓眉大眼、双目怒睁，看起来就派啊呢，然后满脸就是大胡子的感觉，身形高大魁梧，走到哪里都自带一股威压，感觉就是来了这样子。在不同的图片里，他的帽子有一些形式不同，包含的第一个是乌纱官帽，那就是象征他是一个科举进士，怀有仕途抱负，带着文官气息啦。这种形象在唐宋这个官方绘画尤为常见。那第二个就是他的破书生帽，在民间这个年画啊，或是一些戏曲中啊，常常就是带着一些就是破帽或者衣衫略显寒酸的感觉，那就凸显他的样貌丑陋，然后门第不好怀才不遇的这种的身世，那让人记住他曾经是个这种落魄书生。那么无论是哪种造型呢，钟馗总是手持宝剑，腰系大带那皮带很大，脚下有可能是踩着小鬼，那有时候呢也有可能会骑着老虎最近很红的这个黑神话钟馗，那我们就可以来期待一下带给我们的故事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冲击。那或者是说还会有时候会伴随了一些蝙蝠，象征的是福道的这种概念，或者是五鬼搬运他出来就是一堆小鬼跟在旁边帮他搬东西的感觉。那这些元素合起来，让他的形象呢，这个既威猛又富有这个民俗意义。说到钟馗呢，就不得不说一下他的装备，他有8大法宝。少说的话，在评论区补给我。第一，镇妖剑，又俗称驱魔宝剑，有人说它是7星宝剑那个我们不知道。那最核心的武器就是几乎所有的画像、所有的戏曲，它都带把刀，用来这个斩杀恶鬼的，也是最广为人知的武器。第二个，钟馗印，又称鬼王令斩鬼印。这种东西在这个部分道教的这个法堂或者戏曲里面，钟馗会拿着印来强调他是可以调遣鬼兵这种感觉像这令行禁止不是单纯的武力而已是师出有名是丁管叫我来管的这种感觉。第三个就是他的这个飞檐帽，简称就是他的帽子乌纱帽常被视为法宝之一。在年画里，钟馗的帽子常画的特别大，带有那种威压的那种鬼怪形象那种感觉。第四个，锁魂锁，又称这个所谓的拘魂锁、鬼绑锁、八鬼用的在戏曲中这个民俗的这个道教科仪里面钟馗时常会持着这个绳索专门套住小鬼，这样防止他逃脱。有人称反正的称呼很多。那第五个，照妖镜，又是俗称的正鬼镜，在一部分的传说中，钟馗持有一面镜子它可以这个照出鬼魅的真形，让隐匿的妖怪无所遁形，就有点像《大话西游》的那个至尊宝，可以看一看那白骨精，这样就可以看出白骨精的真身。第六个，酒葫芦。这个最常被描写出来的钟馗常被描写这个豪爽嗜酒的这个个性，一些这个图像都会带着葫芦。民俗上，酒葫芦会象征他的收妖宝器，所有的妖怪都可以吸进去不知道什么功能，为什么可以这样子有知道的这个朋友可以在这个评论区帮我补充一下。那你将小鬼吸入葫芦中封印他那个是什么壶？这边我是没有查到他那个具体是什么壶了。第七个，符箓那就是跟道教信仰离不开了。钟馗能持这个符箓来号令鬼兵，也在封印，还可以镇压，代表天命的法度。第八个，也就是刚刚讲的五鬼部将，又俗称的五鬼搬运简单就是这种随身的这个鬼兵手下严格来说，它不是一种器物，而是他的法宝手下传说钟馗会收服小鬼嘛，变成自己的部将专门帮他提剑这个举灯搬柴，这个护航。有时候道行不高了，可能也就交给他们处理他就坐在那个坐在老虎上坐在老虎上坐山观虎斗坐山观小鬼斗小鬼。再来就是很多人以为钟馗是什么鬼都抓，那其实也不是这样子，他行事是有一些原则的第一，
专抓作乱害人的鬼，就像这个唐玄宗的故事最有名的就是这个梦里偷他的香囊玉笛的这个小鬼或是一些瘟疫之鬼祸害百姓，就是索命害人的那种，就影响人类秩序的，那就是他的目标了。第二个，不抓祖先与正神。祖先牌位土地公这种的家中的守护神都属于这个有香火的镇里，不在钟馗的处置范围内。然后第三个，镇压厉鬼跟妖魅这个就是对于附身害人还有作乱的妖怪，他会用他的宝剑镇压或是收服确保他不会再危害。第四个，正邪分明。就是说他能看清是非对错，不会乱动好鬼。可以用讲的，咱就用讲的啦不一定要用扑的简单来说，他更像是这个鬼界的执法官替天行道，而不是说这个无差别的猎鬼人看到就抓，这个太极端了，算是有个执法有度，底线在此，切勿挑战。刚刚说到他的镇压镇压有分3个层次，第一个就是所谓的斩杀消灭，就是说罪大恶极的这种危害百姓，钟馗直接砍了，甚至有一些这个民间传说是生吞，彻底消灭，让他没有地方可以跑。然后第二个，有一些还 OK 的，有一些他还是可受教化的那他就是抓起来拘禁收服成他的这个五鬼搬运大队这样子所以他的大队可能好几个连。第三个，恶性不大，我们就是惩治警示，这样我们可能就是那个谅解跟梅解黑给他解这样的，他就会知难而退，然后看是怎么样去哪里去哪里报道，看是要不要来我的五鬼搬运大队报道之类的。总体来说，这3个层次就是更深的层次，告诉你说他不是乱杀他就是有一个依照善恶轻重缓急来处理捉鬼的这个事宜。钟馗的个性其实跟他的典故以及起源密不可分。相传开元年间这个唐玄宗病重夜里梦见殿中出现一大一小2只鬼，小鬼偷走了这个杨贵妃的香囊。皇帝的玉笛在殿内乱窜忽有一名大鬼闯入，就是身穿蓝袍，戴了一个帽子，露出一只手臂，用那个皮革裹在他的脚踝处，这样子反正就是很威猛的形象。猛然擒住小鬼大鬼抓住了小鬼，把他眼睛抠出来，然后吞下玄宗惊问：“你是像？”大鬼说：“臣是钟馗无举不竭之事，愿为陛下除天下妖孽。”那这个玄宗梦醒，病体奇迹般的痊愈，就命了我们这个吴道子依照梦中的景象，把它绘制成一个这个什么岁末的这个钟馗像，就是绘完他的像之后呢，就可以张贴到门上，就有这个辟邪的感觉，就是那个时候流行起来的这个事情。那这段故事就是确立了这个钟馗捉鬼大神的这个地位。第二个故事，那就是补充他是怎么来。故事是这样子就是另外一条传说，是说钟馗的身世，相传他才华出众，却相貌这个奇丑，参加科举却被皇帝嫌弃最终落榜满怀抱负却遭侮辱。他愤而撞街自尽。唐高祖或是唐高宗不同的版本因连其忠烈，赐其这个绿袍厚葬。后世还有一个版本，就是他是唐德宗年间钟馗中进士，却因相貌奇丑，就是后来遭那个宰相也公议说他这看他不行，一定是假的，他长这样，他不可能这么会读书这样，然后被罢黜不用，然后最终自尽。传说很多，反正就是形塑他一个忠烈的形象。对人他是守护重情义；对己他刚烈宁死不屈。他对鬼的这个部分有原则，就是邪不胜正。虽然对鬼好像有时候生吞感觉很残忍，但是他就是象征着他对邪祟就是毫不留情，这就是他整个人设。那对于钟馗的那个来源有几个说法啦，就像刚刚讲的。唐玄宗，第二个就是落地进士，然后第三个这个比较特别，就可以讲一下大挪移式转化说这个有些学者认为钟馗源自于上古的驱鬼仪式里面的丑面角色，然后戴着那个面具很丑那种角色，看起来很害人的那种，然后后来就是慢慢的人格化。也有人说，就像那个韩国这个大挪移式，就有点像韩国那个跳大神，所以钟馗跳大神，
就是这样的。韩国人也有人这样讲说这个钟馗是起源于他们啊，这就是也是一说。那我们就是听听故事这样。其实宋代文人啊，譬如说杜甫啊，都曾在这个诗文赞颂这个钟馗啊。到了明清，钟馗更是成为端午节的这个文化核心符号。那关于钟馗文化不得不讲的几个地方，我跟大家说一下。第一个就是钟馗嫁妹。由于相传钟馗相貌丑陋，终身未娶啊，那跟妹妹就是相依为命，感情不错啊。他妹妹经过一番感情纠葛，这个连续剧都有讲嘛然后这个离开了人世。传说中他把这个阴间的妹妹嫁给凡人嘛，然后形成钟馗嫁妹的这个说法。他之所以钟馗嫁妹是可以象征这个消灾解厄的原因，是因为他在嫁妹的途中又遇到这个妖魔鬼怪的骚扰，那钟馗就是出马一路护航，清扫这些妖魔鬼怪就有这个典故了，就是也是保护着这个他妹妹完成这个仪式。还有第二个就是钟馗图钟馗的那个画像这个唐代以来，钟馗的这个像就常常挂在别人的家门口挂在自己的家门口特别是端午节。那明清时呢，又成为这个艺术题材画工们竞相描绘那个钟馗捉鬼的那个场景。你不要说明清啊，到现在也有很多钟馗啊，那个姿势用木雕雕的真的是。还有第三个不可以不讲的重点，就是所谓的跳钟馗。在这个台湾的重要的民俗仪式里面有一些那个算是义师就是那个塞了扮演钟馗手持宝剑，步伐威严，象征就是钟馗降临，驱邪镇煞既是宗教，也是这个民间的表演艺术了。那在关于我们的这个华人圈的这个文化影响，在中国大陆他们就是端午节可能有辟邪的象征。那在台湾衍生出这个钟馗嫁妹跳钟馗等地方的特色。那在日本，我是没听过，上面写说它是被称为是 shoki， 它常出现在挂轴、陶偶，用来保护家财祈求孩子健康。那关于钟馗，常有几个这个误解，那我也跟大家讲一下。第一个，钟馗有人说他是鬼王其实钟馗是神啊。刚刚讲了嘛，玉皇大帝封的所谓的捉鬼大神嘛，对不对？因为他头撞台阶，对，就是这样写的那这个呢，他是神不是鬼他在天地封的这个驱魔大神。我觉得他讲那个事迹怎么跟屈原有点像也在端午节，是不是跟屈原好像？那还有姚元鄂，就是他的长相凶恶，所以是邪神不是他只是凶恶而已，他是吓退妖魔，吓鬼不吓人嘛，对不对？他跟我们人就是朋友，帮助我们消灾解难，你自然就不会怕他。那鬼不一样咯，有时候这个就是一物克一物这种感觉，天生他就会。第三个呢，就是只有端午节才有效。那端午节的意思只是在那一天特别强调什么挂艾草、菖蒲什么强调辟邪解厄那其实我们钟馗老大呢，也算是全年都无休24小时服务365天都有效这样子。还有第四种人说台湾没有钟馗的信仰，其实有就像我刚刚讲的嘛，台湾也有这个嫁妹，也有这个跳钟馗等文化。其实台湾最有名的也拍成电影的，就是送肉粽。电影里面是这样写啦因为我也个人也没有去看过送肉粽，他这个就是钟馗去送有一个人就是跳的这个钟馗送肉粽，那也是把厄运送走，钟馗在场镇住鬼怪这样子。还有一个谣言，这个就是钟馗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呢？老实说没有史料可以证，我查了很多，就是没有它是一个文学跟信仰融合的文化符号而已啦。总而言之，即使到今天，钟馗依然活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啦，包含端午节刚刚讲的庙会跳钟馗、送肉粽日本的这个钟馗人偶，这些都是延续的这个信仰。更重要的是，他的形象已经超越了所谓的这个捉鬼大神，本身就是有一种精神象征，正义必胜，正气压邪，还有这个守护人心的功用。好了，这个就是大概钟馗的一个这个人的钟馗的一个这个神的神色，神色对不对？他就是从落魄书生化为守护大神文化符号。他的外形威猛，他的剑专斩妖邪，他的个性重义刚烈，他的行动有原则，该砍的砍，不该砍的该黑干起来。
有分寸，不是乱杀一通，而是分清善恶，该收咱就收这样子，好，该惩戒我们就惩戒。所以下次我们看到钟馗像，或是庙会有一些在跳钟馗，这不只是一个辟邪的习俗啦，是一份千年流传下来的信念，正气压邪，正义永存。OK， 好，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请帮我订阅、关注小铃铛，感谢你。